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恩，感谢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期内容通过分析目前各社区的现状和大部分社群的活跃度，再提混沌界核心方向，增加关注点，进而避免迷茫和患得患失的情绪，希望能够帮助各位。高恩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，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。以后也会分享趣人趣事、知识故事、探索未知、实用资源的内容。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点亮小铃铛，打开提醒，支持一下高恩。上期预告的这一期是做区块链浏览器的内容，还想过做 DeFi 生态大会的内容分享，但是坐在电脑面前的时候，不自觉地回顾起了之前做过的内容。高恩从社区价值、生态价值、生态猜测、易货机制、交易机制、创始人对比、互联网 Web 3.0 等等角度，对 Pi Network 进行了论述，也分享了开源方面、恒星共识协议和联邦拜占庭算法的技术方面的知识。就目前能找到的官方消息来说，关于 Pi Network 专题能做的内容其实也已经差不多了，所以之后会逐步进行内容板块的扩充，当然还会是大家感兴趣的相关内容。有了 Pi Network 的关键消息，还是会进行跟进补充入专题内容中，比如生态测试落地或者 KYC 这些实质内容。在这些背景下，本社区有派友的话让我注意到了社区的发展现状这点上，所以有了这期内容。目前各社区的聊天内容和混沌界社区的现状，先来看一下。有这样一件事儿，就是在 Pi App 的聊天室中，有派友质疑了 Pi Network 用户数量的真实性，得到的答复是将会公开数据的统计算法。可能也有其他的派友在质疑。其实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并没有太多的感觉。可能是习惯了互联网初创公司的这种类似操作了。数量为真，大家都会比较开心，这是好事；数量为假，那也是情理之中，对吧？更重要的是，自从思考了个人布局之后，我增加了对于 Pi Network 的相关关注点，或者说关注重点放在了另外的地方。待会儿我们可以再细说这个。除了聊天室中的这个现象，目前国内各大社区都多多少少有了各自的方向，或者说另外赋予了社区核心内容。有做节点维护操作探讨的节点群，有专门做鸡血群打气的，有专门撸空投或者打新的，也有做热点项目挖矿的，还有做集团的，大体上都是好的发展。不过除了这些社区之外的很多零散社群，局面并不乐观，尤其是在实质内容出来之前需要等待的现阶段，聊天内容寥寥无几，吹牛打屁都不是很常见了。推文链接成了主要的对话语言。我记得上次所有群全部活跃是在派钱包更新出来的时候了，那会儿都在创建钱包地址、转账测试。然后混沌界社区对于链接一直是持续控制着，所以整体的聊天讨论氛围还是比较好的。当然了，不可避免会出现很多这种敏感词，也经历了一轮封群。不过即便如此，群内还是出现了一些表情包刷屏，担心项目被限制，操心具体价格。当然了，这些内容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可以发的，都是讨论内容嘛。只是高恩看到了迷茫和患得患失的情绪的一种苗头。之前做的个人布局和社区价值2期内容是比较早的时候，虽然后来有派友加群的时候，我都提醒回看往期内容，但是真正去看了每期内容的人，应该也不是特别多。所以我决定再提混沌界核心方向，分享一些思路，做出提醒。我们来看混沌界社区的核心方向。首先，混沌界社区是以线上社群形式存在，所以它是一个讨论思想碰撞的一个交流平台。
那就必须要以互相尊重的态度作为前提，在交流中获取对自己有益的信息即可，哪怕潜水默默吸收都是好事。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，在这点基础上我们延伸一下，就可以做一款论坛或者社交软件形式的交流学习平台。第二点，它是一个易货的用户框架，有人的地方就会产生需求。线上社群中自然也可以对接需求，社群中每个人都可以去对接这些需求，进而琢磨自己能做些什么事儿，很自然的，这一点就可以向着易货平台发展。第三点，用作项目相关消息传递。高远依托自媒体去传递消息的话也会更加方便，虽然我个人重点放在了个人思维观点的分享，但其中也穿插了较为重要的消息传递，而社区中众多派友的消息搜集能力也就更大。延伸一下的话，我们可以发展成一个财经资讯平台。第四点，用于资源整合置换，这点也是高远现阶段的重点，一直在群里召集大家想做事的人，之前的内容中也提过好几次，这次趁着社区现状的话题正式提一期。包括我在内的大家都在期待 Pi Network， 期待生态落地，期待 KYC， 期待提前主网。但是现状的主动权更多的在于项目方，虽然尚未映射主网，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看， Pi Network 的社交属性已经是成功了的，以 Pi Network 的为核心主题，汇聚了全世界各地区的派友，而派友们本身来自各行各业，拥有各自行业的宝贵经验，这些正是现阶段派友们能够提前准备的良机。高远在此正式邀请广大派友加入混沌界联盟，每个人代表的主体保持独立，不存在入股。联盟只是为了整合资源，便于日后合作。社交属性汇聚来了派友们，社区内的日常交流让大家初步认识，所以鼓励发言交流。相信将来个体间的小项目合作将会使得联盟内更加熟悉。当然了，以上这4个方向，高远不一定每一个都会去做，只是给大家顺下来，提供思路参考。而且也有初步成型的方向还没有分享，总的大方向应该会是虚拟社区方向，长远目标总还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呢，对吧？具体如何走还需要看多方面的具体情况。然后我们来说这一期的一个总的一个观点吧，就是增加关注点，不再患得患失。不可否认，Pi Network 本身是一个机会，不过是不是也不要忽略了随它而来的其他机会。如果你要躺平等待主网，那也是一种选择。不过扪心自问，你是否和人争论过派比未来的具体价格？是否吐槽过项目的进度缓慢？是否担忧过 Pi Network 被打压？这些其实都是不确定的未来引发的患得患失的情绪，或者对于自己1-2年坚持下来的一种迷茫。在这儿千万不要评论说信仰不够这种话。作为独立思考、有独立判断的个体，再有信仰也要去有一些理智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当你增加1个或者多个关注点，尽管派的进度再缓慢，你也不会再过多的吐槽。有人和你争论派的价格，你也没有必要去反驳，一切都以未来的现实去反驳就好了。现在能做的就是做好手下当前个人能做的事情，所以也就不会过多的为了未来的事情争得面红耳赤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对吧？到时候现实自然会告诉我们答案。
如果你曾经有过创业的想法，或者已经在布局，不妨加入混沌界联盟，一起互惠互利，互相探讨，共同发展。又到了发布寻找高恩活动线索的时候了，这是最后一条线索，第12条线索，节目时间18点到19点，剩下的就是自己去寻找的一个工作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高安做出的提醒内容了。不论是否已经有了方向，都欢迎关注公众号混沌界，菜单栏找到我，高安社群，加入微信群参与我们的讨论，互相交流借鉴，更是可以探讨布局，便于之后的合作共赢。有方向了再加入布局资源群，先和大家伙熟悉起来吧。或者浏览器扫描屏幕二维码加入电报群。虽然目前使用微信群比较多，但后期将会逐步迁移至电报群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快来一波3连吧！高安会继续分享有用的知识和观点。如果你想了解交易市场，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，稳定性较好，注册链接放在说明区和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吧，我是高安，下期再会吧，拜拜。